大家好，我叫邓雷，今天我会谈一谈中国的贫富差距。近年来，中国在文化、社会等方面都经历了非常快的发展。这个发展对中国有好处，也有坏处。可是，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比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更大。虽然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其实也造成了非常大的问题——贫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可以从3个主要时期看得最清楚。第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饥荒，第二个是文化大革命，第三个是20世纪90年代的对外开放。文化大革命以前，重工业的发展最初造成了城乡不平等，然后经济改革让社会越来越开放。在1992年里，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可是，那些有钱的人原来是党员、他们的家人和亲密的伙伴，所以是一个腐败制度。因为中国政府的措施跟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也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从历史上来看，这3个事情一定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有最大的影响。我也问我的中国朋友叫做侯淑文，你觉得中国的贫富差距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他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富裕差别特别大。因为中国乡村的人口很多，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严重。一般来讲，富裕的人占中国人口的极少一部分，而且他们拥有极端的财产。但是中国大部分人口是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的穷人。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有机会去过乡下，觉得乡村人的生活条件特别差，没有基本的卫生或者生活设施，像电或者良好的粪便处理方式。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生在穷人的家庭里，他很难变得富有，只好好学习是不够的。现在政府继续采取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些政策没有很大的帮助，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只是开始显示出一系列收入不平等问题。比方说，城市主导型经济发展造成1亿农村人口搬到城里，政府让这些农村人口住在3线城市，虽然他们挣更多钱，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先进的教育制度和卫生服务。再说，还住在农村的人并没有提高的他们的生活水平。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应该照顾农村人口，采取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政府的税收政策应该帮助对教育进行投资，这样中国人都可以达到一样的水平，有一样的机会。可是现实教育差距还是很大，特别是在农村。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他们解决贫富差距的政策，因为造成了很多问题。在我看来，应该采取更个人化的方法，用统计和文章来解释这个问题，
对政府没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人希望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他们必须通过故事吸引政府的注意。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着经济差距和道德差距，而解决这些差距，首先要实实在在地思考贫富差距对双方到底有什么影响。政策得帮穷人告诉政府不平等如何影响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真的可以开始处理他们的问题，才真的可以最终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最终解决这种不平等。谢谢。